乌全力袭击俄空军基地，俄军最大训练场被击中。克里米亚遭导弹威胁，停运交通。亚速12旅再创佳绩，豹2 A4 坦克营加入战斗。赫尔松俄军拒绝执行命令，4000人渡河行动以失败告终。朝鲜对俄军援激增，200多工厂日夜赶工，向前线输送弹药。和平谈判彻底失败，俄罗斯至今远未达到既定目标。菲律宾宣布采购提风系统，射程可达中国东南沿海。反制中共南海扩军，越南首款国产反舰飞弹 VCS-01 岸基部署。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我是雨桐，请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今天是2024年12月25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036天。乌克兰在短短5天内对罗斯托夫地区展开了高频率、高强度的空袭，从弹药库到能源设施，再到空军基地，多个重点目标接连被打击。据福布斯报道，当地时间12月23日，乌克兰向罗斯托夫的米勒沃空军基地发射了大规模无人机群，爆炸声接连不断，持续至深夜。据现场流出的视频显示，米勒沃空军基地上空燃起熊熊大火，大火甚至在远离基地的居民区也清晰可见。报道称，该基地停放着数架俄罗斯空军的苏25攻击机，具体损失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确认。这是3天内俄罗斯空军基地第2次被袭击。俄媒声称，乌克兰共出动了15架无人机，并坚称基地没有出现任何人员或设备损失。尽管此次袭击的破坏规模或许不及前一天罗斯托夫弹药库的爆炸，但其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基地周围不断传来爆炸声和显著的火光。另外 Astra 报道称，俄军位于卡达莫夫斯基的最大军事训练基地在上周日的袭击中严重受损。乌克兰使用了4架无人机和1枚导弹发动袭击，导致基地内大火肆虐。这一训练场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军事设施之一。上周，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海军联合行动对罗斯托夫地区的沃诺沙赫金斯克炼油厂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导致该厂彻底停产。作为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诺沃沙赫金斯克每天加工约 1.5 万吨石油，为俄军提供燃料。此次袭击对俄方后勤保障造成严重影响。随着乌克兰远程导弹使用限制的解除，其攻击范围显著扩大，使得乌克兰能够更从容地实施深度打击。这一变化无疑对当前的战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也进一步显示出现代战争中远程打击的重要性。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也在遭受损失。近日，其境内伏尔加河流域的奥伦堡地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火灾，一座石油钻井平台起火，火势凶猛，燃烧的火焰直冲天空。目前，俄罗斯消防部门正在紧急扑救，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之中。另外，12月23日，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叶拉布日基斯区阿拉布加经济特区内的一座仓库突发大火，吞噬了大量储存的沙赫德 Shahed 136无人机零部件。这场神秘大火燃烧了65架攻击无人机的机身，以及制造400架无人机所需要的发动机、导航系统和热成像摄像机，总共损失高达1600万美元。阿拉布加经济特区位于卡马创新型领土生产集群内，占地20平方公里，距离达达斯坦首府喀山约210公里。乌克兰国防情报局 GUR 在此次事件中展现了强大的渗透和远程打击能力，穿越 2294.6 公里，摧毁了这一关键无人机制造设施。乌克兰国防部随即发表声明，强调每一项针对乌克兰人民的战争罪行都将受到公正的惩罚。乌克兰在对俄罗斯本土发动一系列攻击后，再次将打击目标瞄准克里米亚。最新消息显示，克里米亚地区正面临新一轮的远程导弹威胁。当地时间12月23日晚，俄占克里米亚多地响起空袭警报声，俄军防空系统与来袭导弹激烈交火。据报道，
乌克兰此次发射了海王星导弹，目前尚未发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此外，俄占托克马克和梅利托波尔地区也遭受导弹袭击，但具体细节尚未披露。这轮空袭的规模显然不容小觑。克里米亚地区的海上客运交通因空袭威胁被迫中断，社交媒体上还流传着克里米亚居民在寒风中排队等待撤离的视频。不过，相关信息尚未得到官方证实，具体损失情况需等待乌克兰方面的正式报告。这是乌克兰军队在过去1周内第2次空袭克里米亚，之前的一次打击还包括了卢甘斯克地区的2个俄战区。此外，克里米亚贝尔贝克空军基地正在紧急修建混凝土飞机掩体，以保护军机免受乌克兰的 ATACMS 导弹打击。类似的掩体建设也在俄罗斯7个其他机场同时进行。再来关注下乌克兰战场方面的消息。近日，乌军继续在多条战线上与俄军激烈交锋。大诺沃希尔卡方向，俄军尝试推进至莫克里亚利河西侧，但乌军坚守阵地，总参谋部否认了部分部队被包围的报道。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沃方向，俄军虽继续试图前进，但被乌军顽强阻击。据悉，东线波克罗夫斯克战场目前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日前，乌军沿诺沃列尼夫卡以北的 T05-15高速公路向南反击，第155机械化旅的豹 RA4坦克营也加入战斗，进一步加强了反击力度。目前，俄军正向波克罗夫斯克煤矿场发起猛烈攻势，目前已推进至距离煤矿场仅约3公里的位置。乌克兰军方为保护平民，紧急疏散了煤矿场周边的居民，以避免战火波及。据悉，波克罗夫斯克煤矿场是乌克兰唯一生产冶金用焦煤的矿场，每年开采量超过800万吨，为国内钢铁产业提供逾 90% 的煤炭。一旦矿场被俄军占领，乌克兰将面临每年超过40亿格里夫纳，约合新台币31.14亿元的经济损失，同时工业生产能力也将大幅削弱。此外，俄军已在波克罗夫斯克周边取得一定进展，成功占领多个重要据点，包括佩特里夫卡及附近森林地区。分析指出，俄军并未急于完全控制波克罗夫斯克，可能是为了利用该地区丰富的优质煤矿资源，计划在未来为俄罗斯经济提供支持。库拉霍夫的战斗依旧激烈，尽管俄军投入重兵，却始终无法突破乌军最后的防线。昨日，乌军投入2辆坦克发动反击，将原本占据上风的俄军击退。目前，双方在西工业区附近展开拉锯战，战斗异常惨烈。在托列茨克战区，乌军顽强阻击俄军的机械化进攻。俄罗斯军队试图通过骑踏板车进攻亚速12旅的阵地，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根据亚速12旅的报告，一场战斗中，敌方损失惨重。敌军共摧毁了5辆装甲车、8辆普通车辆以及3辆电动摩托车，同时有63名俄罗斯士兵丧生。每天，俄罗斯的步兵都在尝试突破防线，他们往往藏匿在破旧的建筑物和地下室中，试图在这些地方找到立足点，避开直接的攻击。然而，随着大规模袭击的展开，俄罗斯军队也因频繁的战斗而损失了大量装甲车辆。为了弥补这些损失，俄罗斯军队开始大量使用乘用车、越野车，甚至电动踏板车作为进攻工具。尽管在托列茨克方向，俄罗斯步兵的数量明显占优，亚速12旅的士兵们并未退缩。凭借步兵、无人机操作员、炮兵和指挥员的密切配合，一旦敌军接近阵地，他们便立即展开反击，成功阻止了俄罗斯侵略者的进攻。在涅利皮夫卡方向击毁了4辆俄军装甲车，并将其击退。据乌军公布的视频显示，2名乌克兰士兵利用无人机记录了5名俄军士兵投降的场景。尽管俄军连续数日对托列茨克发动猛烈攻势，但毫无进展，战场上遍布俄军装甲车辆的残骸。乌克兰北部战区西维尔斯克集团发言人瓦迪姆·米斯尼克24日向媒体透露，切尔尼戈夫、苏梅等边境地区局势总体稳定，未发现俄军有兵力集结或装备移动的迹象。然而，恐怖性炮击却持续不断，
仅在过去一天内，边境24个定居点遭受65次炮击，共记录到200次爆炸。近期，赫尔松地区的俄军大规模集结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然而，根据西方情报的分析，这支部队似乎迟迟未能展开大规模作战行动，甚至出现了拒绝执行命令的现象。据 RBC 新闻援引情报数据显示，早在数周前，俄军就在赫尔松附近部署了超过2000名突击队员以及300余艘快艇。乌克兰方面对此早有察觉，并迅速加强了该地区的防御工事，预期俄军将会发起猛烈攻势。然而，时间过去许久，俄军却始终未展开大规模行动，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情报部门的注意。报告分析认为，赫尔松前线的俄军军官对所谓的冲锋命令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认为这种行动无异于自杀式袭击。此外，驻守克里米亚的俄军甚至自毁船只，以避免被调往赫尔松战场。尽管俄罗斯官方对此予以否认，但俄军在赫尔松的行动确实仅限于小规模袭扰。还有消息指出，俄军试图越过第聂伯河发起攻势，却遭到无人机和集束弹药的重创，尤其是第70摩步师损失惨重。尽管俄方曾在赫尔松集结4000人发动进攻，此次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分析认为，俄军渡河作战的成功率几乎为0。首先，俄军战机为避免被乌军防空系统击落，只能在数百公里外活动，无法获得制空权。相反，乌克兰空军虽仅有24架 F-16战机，但配备西方导弹的米格29和苏27战机以及无人机群，完全能够摧毁俄军渡河编队。此外，乌军的火箭炮、榴弹炮和反坦克导弹能够有效封锁河面。更为重要的是，在俄军集结的同时，乌军的14个旅也已完成部署，并进入最佳打击位置。另外，乌克兰军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俄军在24小时内新增1630人伤亡，装备不足的问题愈发明显。军事援助方面，德国宣布提供15辆豹 1A5 坦克、2套爱国者发射器、MRAP 车辆、火炮及反无人机系统。波兰向乌克兰提供第45批军事援助，意大利将对乌援助延长至2025年。美国拨款2.537亿美元提升导弹生产能力，乌克兰预计将接收 JASSM 导弹。欧盟计划在2025年生产约200万枚炮弹，并为乌克兰提供300亿欧元国防资金。另外，乌克兰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11亿美元援助，累计货源达98亿美元。同时，瑞士宣布加入欧盟对俄的第15轮制裁，冻结相关人员及实体的资产。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朝鲜正在显著加强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他们通过豆满江、哈山过境点加速武器运输。今年以来，该线路的铁路货运量已达到原来的2倍。大量装满弹药的集装箱通过铁路和海运运抵俄罗斯。这些援助包括多种弹药，如122毫米和152毫米炮弹、火星11型导弹、170毫米鼓山榴弹炮弹药，以及240毫米以上的大口径火炮弹药。此外，朝鲜还向俄罗斯提供了重型武器，例如 M1989型170毫米自走炮和 KN15型中程弹道导弹。这些武器通过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俄乌战场，为俄军提供直接的前线支持。除了传统武器，朝鲜还向俄罗斯供应了高性能反坦克导弹火鸟6。尽管朝鲜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损失惨重，包括派遣的最高将领金英福阵亡，并因此举行国葬，但朝鲜并未改变其对俄罗斯的援助政策。据悉，目前朝鲜有200多家军工厂昼夜不停地运转，为俄军生产大量弹药，以满足战场需求。卫星图像还显示，朝鲜的导弹生产设施正在迅速扩张，包括火星11导弹的生产线。此外，还有迹象表明，朝鲜正在制造并供应自杀式无人机，这种武器在金正恩11月现场视察期间首次亮相。在乌克兰库尔斯克地区，乌军成功击退俄朝联军的大规模进攻，并对敌方装备和人员造成重大损失。
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高统帅办公厅会议后的通报，初步估算，朝鲜派遣的 1.2 万士兵中，已有超过3000人伤亡，远高于此前韩国情报部门评估的1100人伤亡数字。这些损失包括阵亡和受伤人员，占进入俄罗斯的 1.2 万名朝军士兵总数的1/4以上。这些士兵由于缺乏应对无人机和集束弹药的经验，在俄朝联军混编的人海战术中损失惨重。乌克兰方面公布了大量证据，包括无人机视频、阵亡士兵遗体和缴获的日记本，表明朝军士兵并不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高技术要求。乌军利用火炮、无人机和集束弹药，显著削弱了朝军依赖人海战术进行冲锋的能力。在与俄军混编的联合作战中，朝军往往承担前线任务，导致其伤亡率急剧上升。12月24日，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任命的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在讲话中明确表示，过去的和平谈判，包括明斯克进程在内，都已彻底失败。凯洛格指出，川普无意重走旧路，而是坚定地推动新的解决方案。凯洛格强调，川普是一个能够坚持到底的人，并对他在未来实现和平的能力充满信心。他表示，川普的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停止杀戮，给该地区带来和平，这是他的首要国际任务。他希望建立一种公正、可持续且安全的和平。自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远未达到其既定目标。特别是2024年，尽管耗费巨大人力和资源，俄军仅新增控制乌克兰2500平方公里的土地，约相当于卢森堡的面积。当前，俄罗斯占据乌克兰约 18.07% 的领土，包括克里米亚，较最高峰时期的 25.7% 大幅缩水，甚至未能完全占领乌东4州。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俄罗斯的战略遭遇了严重挫败。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曾在12月18日宣称，俄军在2024年占领了45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完成了全年的目标。但这与现实情况的巨大落差，令人质疑其胜利的定义，特别是在库尔斯克地区的乌军行动仍未被遏制的情况下，这一说法更显得不切实际。随着北约的强化，欧盟对乌克兰援助的增加，以及更多国家可能选择疏远俄罗斯，俄方将面临更深层次的国际孤立。持续的经济危机与高伤亡率可能引发俄罗斯内部的不满情绪，动摇现政权的稳定性。近年来，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岛礁主权问题上矛盾加剧，多次爆发冲突。23日，菲律宾军方宣布，计划采购美国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以强化在专属经济区内的防卫能力。然而，这一决定随即引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强烈批评，认为菲律宾的举措可能进一步升级双方的冲突。据法新社和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报道，菲律宾陆军司令罗伊·贾里多在23日的记者会上透露，军方看重低风系统的性能，计划通过采购提升国家主权保护能力。他表示，虽然目前尚未明确具体预算，但军方正为采购低风展开准备，预计至少需要2年或更久时间才能与美方敲定协议。至于采购数量，将视未来经济状况和预算规模而定。公开信息显示，美军曾在今年4月的美菲联合军演期间，在菲律宾北部部署了数套低风系统，原计划于9月撤回，但最终决定继续部署，以增强对中国的威慑能力。菲律宾军方也利用此机会对士兵进行操作训练。据分析，菲律宾经过长时间的评估后，才做出购买低风的决定。低风系统射程可达480公里，部署于菲律宾北部后，具备打击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和军事基地的能力。自部署以来，该系统多次引发中国政府的不满。毛宁在记者会上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和平与繁荣，而非中程导弹对峙，并呼吁菲律宾尽早纠正所谓的错误做法，撤离美军部署的低风系统，以免局势进一步恶化。此外，有分析指出，菲律宾之所以决定购买低风，正是因为近年来在南海遭受中国多次武力威胁。推主 Official News 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中国频繁通过海军、
海警和民兵船只，试图控制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并攻击菲律宾船只，迫使菲律宾不得不采取措施，寻求强化防卫以保护经济利益。这一背景成为菲律宾决定采购低封的重要原因。越南近年来致力于国防装备的自主化，逐步摆脱对老旧苏联武器系统的依赖，同时应对中国在南海日益频繁的活动。在近日举办的2024越南国际防务展上，越南著名国防企业 Viettel 首次公开展示了其自主研发的 VCS-01 机动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该系统已正式列装越南人民海军。据 Naval News 22日报道，Viettel 国防公司在19日至22日举行的第2届越南国际防务展上，推出了 VCS-01 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其核心装备是越南国产的 VSM-01A 宋红反舰导弹。展会现场展示了该系统的完整配置，包括5种作业车辆、VLV-01 导弹发射车、VTRV-01 运输和装弹车、VTIV-01 技术检查车、VTAR-1 目标捕获雷达车以及 VCPV-01 指挥车。VSM-01A 导弹全长约5米，重约600公斤，搭载国产 VJE-01 涡轮喷气发动机，最高速度可达高亚音速，最大射程约为80公里。作为越南首款自主研发的反舰导弹 ，VSM-01A 的名称中 VSM 代表越南反舰之意。该导弹已开始在越南人民海军中部署，并计划逐步取代苏联时期的 P-15和 P-20 反舰导弹。报道还指出 ，VSM-01A 导弹曾通过越南的 Shershan 级鱼雷艇成功发射，这表明未来该导弹不仅会部署在岸基系统中，还可能用于装备越南海军舰艇。近年来，越南国防工业在陆地装备和先进武器领域不断推动国产化，以减少对苏联武器的依赖。在面对中国在南海持续扩张的情况下，越南凭借其长达数千公里的海岸线，努力提升自主防卫能力。VCS-01 机动岸基反舰导弹系统的推出，使越南海军能够灵活部署该系统于沿海地区或外离岛，有效应对潜在的海上威胁，为越南的国防能力增添重要保障。